嗨，大家好，欢迎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之前有跟影片聊到说，巨型 ITS 跟小型 AATS 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。那今天是来开箱火鸟科技的小巨蛋，一样是30升级别的小型 AATS 机壳。那我测试平台一样是10700KF 跟6900ST，然后我会用上 D15的高阶气能配置。那我们来马上开始它的组装。装入主机板之后，把线材理清，安装24Pin 与电源 CPU 的4+4Pin，是333mm 的3槽卡。那我会先装好显卡的 PCIe 线材，再来才是安装电源供应器跟 CPU 的散热。小巨蛋预设有3颗风扇，那底部是2颗进气，跟后方1颗排气。这边会将底部的2颗风扇换成顶置的进气，来直接对着显卡吹风。原因有二，其一是我这次会安装 D15是很大的空能散热，那我底部如果装了风扇的话也不好使。那其二是2颗风扇强制对显卡进气，我确保我的显示卡可以吸到冷空气。CPU 跟 D15这3颗风扇串在一直线来向外排风，不太担心积热的问题。那这是我自认为对于显卡最友善的气能配置。那我这边 SFS 会用转接架，因为我这个电源有到750瓦，理线也会比较单纯，还可以在前面多装一颗12公分的风扇。显卡支援到339mm，如果你的显卡小于30公分的话，那连后扇都可以装。不过因为我这一张显示卡是322mm，所以我这边就口头描述这样子。ATS 电源支架拆除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装 ATS 电源，那电源位置可以再低一点，但这边就需要使用小巨蛋内附的电源延长线。那有 L 型的转接，支援13A 的电流，电压110伏的话，大概就1400瓦。另外一侧的面板分别是 USB Type-C、音源跟开关重启。可以看到小巨蛋的长线厚度相当的宽裕，这边的机壳无论是3.5寸还是2.5寸硬碟都不怕没得装，后面还有个2.5寸的硬碟支架。现在的主机板双 N2 在 AATS 主板里头大概已经是标准配备了，不用担心硬碟不够塞。那我因为离线的问题，我还是纯粹用 Adaptive 来装机，毕竟我自己也有 NAS 的硬碟。小巨蛋有一颗小小6公分风扇，那不仅是静音，它的风量表现也不错。那这边放一下原厂的数据。那因为我这边是用相当高阶的显卡，那我当然还是用更大颗的 A12 来去 cover 它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实际测试的环节。这边的话 CPU 的温度是84度，功耗是163瓦。那680ST 的温度是81度， TJ 是96度。那我风扇曲线都是用原厂预设的设定。那你可以听一下，这跟我之前 V10 的小机壳比的话，同一张显卡的声音。那毕竟体积所带来的散热力量就是摆在那边，顶级空能比较大的机壳，那你的噪音表现当然是不用担心的。小巨蛋它附有原厂 ARGB 控制盒跟3颗3Pin 的 ARGB 风扇，虽然说它不具备 PWM 的功能，不过因为原厂的遥控器可以支援到它的转速与灯光的颜色。但因为这次风扇也换成全猫扇来做一个顶级的气能配置，那也感谢火鸟科技愿意让我来调整一下这一次的开箱实测内容。那以上就是这一次小巨蛋的装机影片。如果你是偏好气能想装 D15， 但又不希望自己的机壳跟 ATS 一样大的话，那这边附有弹性的小巨蛋算是不错的选择。那这边推荐给大家。那分享就先到这边，有什么想法留言欢迎在下面告诉我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